被告人苏建华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妻子，并且在逮捕归案后拒不认罪，情节极其恶劣，社会影响极大。我建议法庭判处苏建华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苏建华犯故意杀人罪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依法判决被告人苏建华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审判长，我爸没有杀人，我爸是冤枉的，我爸没有杀人，爸！哎，出来了！苏建华，你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，你认罪认罚吗？你在临死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是被冤枉的，就算全世界不信我都没关系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就连我最亲近的人也不信我。爸，陈凡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没有杀人。你要大义灭亲，把我当成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，我无话可说。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对千雪好点儿。这世上以后就只剩他一个人了。你要是敢辜负他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陈凡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爸是被冤枉的？我爸不可能杀我妈呀！千雪，法律讲究正确，爸的案件铁证如山，我也只能看真相了。什么铁证如山？我看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让我爸当垫脚石的吧。你作为一个律师，不替我爸辩护也就算了，还作为控方律师针对我爸。是啊，现在外界都说你铁面无私，你马上就要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律师了，是吧？但是你记住，这一切都是我爸拿命换来的。千雪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拿我爸的性命当回事，也不会在意我的死活。千雪，你要干什么？别做傻事啊！陈凡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不想和你做夫妻了。千雪，不要！也不想给你生孩子了。千雪，不要！千雪，不要！千雪，千雪。喂！陈凡，我略施小计，就成功把你骗到手了。你还真是个窝囊废啊！亲手举杖把自己的岳父送上死刑台，逼死自己的老婆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吧？是你？没错，真正的凶手是我。是我亲手逼死了那个老娘们儿，嫁祸给苏建华。可惜呀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我的好死！我没有杀人。真正的凶手是我。
我让你来是帮我爸的，不是让他认罪的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岳父案件审理的3天前。上辈子我错怪了岳父，还害死了老婆孩子。这辈子我不会再让悲剧重演。千雪，你也别怪他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往高处走，他要向上爬，大义灭亲，也是情理之中。那他也不能无耻到踩着自己亲岳父的尸首往上爬呀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爸是被冤枉的，他没有杀我妈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？上辈子我认定岳父是凶手，让他认罪认罚，争取从轻发落，殊不知上了张峰的当。陈凡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死我爸才甘心？老婆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认罪书都带来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陈凡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，我当年就是瞎了眼，才会嫁给你这个冷血无情的人。我要离婚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之前我一直以为爸是凶手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爸是被冤枉的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接下这个案子，还爸一个清白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有些晚了吗？之前我那么求你，都不肯接下我爸的案子，现在是听到我说离婚，怕影响前程，所以才开口的。老婆，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千雪，我不会做控方的律师，我会做爸的辩护律师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爸，把案件的所有细节都告诉我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打赢官司，还你清白。爸，你快告诉他。爸，为什么？你真的认为他会幡然醒悟来帮我吗？之前我喊了多少遍的冤枉，他一直都不承认，为什么突然就信了？他是想拿我的供述去立功，去博前程，他是想用功啊！爸，你是说他还是在骗我？你把电话给他。陈凡，你要追求前程没有问题，但做人不是这样的。当年你追求我女儿的时候，我没有嫌弃你是个孤儿，而是不断的帮你，一步一步把你拖去到现在的位置。算了，我不想再怨你了。总之我是清白的，我没有杀人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认罪。陈凡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妈已经没了，你现在还要冤死我爸吗？我爸对你那么好，你不多看也就算了，反而变着花样的想要立功，想要博前程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没有。够了，你别说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会还我爸一个清白。你还不了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还爸清白。你仔细听我说呀。你不用说了，你现在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从现在起，我跟你再无关了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哎，爸！前世针对爸的证据有2个，一个是物业监控，妈死之前只接触过爸；第2个就是保安吴聪，案发前听到爸妈剧烈争吵，他一定是被张峰收买，做了伪证。聪哥，
这大晚上的真的辛苦。唉，没办法呀，就因为你岳父岳母的事儿，警察来我这儿来了多少回了？这真的麻烦你了。哎，一点小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看多见外呀！谢谢啊。那您先忙，我就走了啊。你在这挺舒服的啊？张峰，哎，没出什么变故吧？没有，警察基本认定就是苏建华杀的人。行，记得出庭作证。我知道，但是表哥，你多给我些钱呢，我这又是帮你做伪证，又是帮你调查监控，这犯法的。哎，放心吧，表哥我会亏待你吗？啊，谢谢哥。张峰，上一世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把你绳之于法。凡哥，不好了，你老婆来我医院了，闹着要打胎啊！老周，你一定要帮我拖住，千万不能把孩子打掉，我马上走。医生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安排手术啊！婴儿都已经怀了6个多月了，都显怀了，而且体检报告也非常的健康。这个时候打胎对身体伤害非常大，我的建议啊是不做手术。嫂子啊，这事儿你还是跟我凡哥商量一下吧。商量啥呀？孩子是我们怀的，我们说打就打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千雪，别想了，签字吧，打掉孩子，跟那个白眼狼离婚，这才是正确的决定。这毕竟是我的孩子，他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孩子不能留。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住手！住手！老婆，这孩子不能打。凭什么不能打？你害死千雪他爸，还让他给你生孩子，你够无耻的！老婆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无辜？苏伯母和苏伯父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可你是怎么做的？有你这样冷血无情的父亲，这孩子生下来也是个苦难，他以后只会被人瞧不起，被人戳他脊梁骨，还不如打掉。老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还记得我说过会还把清白，我已经去找证据了。证据呢？对啊，证据呢？光说有什么用？拿出来！证据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过实质性的证据还没找到。陈凡，这个时候你还想骗千雪？你嘴里真的就没有一句实话？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已经申请了做爸爸辩护律师。陈凡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最在意胜率了，像我爸这种没有胜算的案子，你是不会接的。就是，撒谎也不知道找个高明点的理由。李倩，你给我出去！等一下，我对着我的律师勋章
中发誓，我对着我的律师勋章发誓，做爸爸辩护律师，为他洗清罪名，还他清白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律师徽章，你终于当上律师了。对呀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一名律师了。职业为民，勤勉敬业，这是我的使命。这枚勋章就是见证。这徽章代表着律师的身份和尊严，是他的信仰。难道他真的改变了？不就是一个破徽章？千雪，你不要信他。他别的都可能骗我，唯独这个不会。陈凡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找到证据还我爸清白的话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如果你没做到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千雪，你真傻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了？我不是傻，毕竟这也是我的孩子。千雪，这辈子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孩子。轰动社会的苏建华杀妻案将于今日开庭。苏小姐，你爸涉嫌杀死你妈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苏建华会认罪伏法吗？听说你还在为你爸喊冤，你这是包庇凶手啊！你妈在天之灵能安歇吗？我爸不是杀人犯，他没有杀我妈，我爸是清白的。苏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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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所有人员进场，3分钟后正式开庭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陈凡果然是个白眼狼，发誓都是演戏。王律师，没事的，千雪，我们有请辩护律师，一定可以拿下官司，还伯父清白的。王律师，拜托你了。苏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。请全体人员起立。苏建华涉嫌杀妻案，现在正式开庭。请控方陈词。审判长阁下，这是小区监控，能证明死者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苏建华。这个是杀人凶器，上面有苏建华的指纹。另外，我们还有证人。审判长阁下，案发当天我正在巡楼，我又听见苏建华两口子在吵架，说什么苏建华在外面招女人，然后就是一顿噼里啪啦的声音，随后就安静了。我寻思害怕出事儿，我就跑过去看，就看见苏建华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他的老婆就已经死了。人证物证都有，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。老婆都下了去世，这畜生必须判死刑。苏姐，请被告人辩护律师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辩护的？王律师，靠你了。审判长阁下，我放弃辩护。王律师，你怎么能放弃辩护呢？你这是让我爸去死呀！这就是你说的竭尽所能，啥都不说，你这律师怎么当的？苏小姐，不是我不想辩护，铁证如山啊！在证据面前，任何的辩护都是徒劳的。这桩官司是必输的。你说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当初你为什么还要接受委托？你以为我想接啊？要不是律所指定分判，这种必输的案子，傻子才会接。这桩官司换任何人来，都是必输的。你们放弃吧。无耻小人！苏静，请
双方律师还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供？如果没有，本庭将和诸位陪审员商议庭审结果。没有异议。没有异议。看来苏建华这种连老婆都杀的人，肯定是要被判处死刑的。死刑都轻了，这种禽兽不如的畜生就该被凌迟。是这样的，我爸没有杀人，我爸没有杀人。肃静！本庭现在开始宣判庭审结果。请全体人员起立。犯罪嫌疑人苏建华因犯故意杀人罪，罪名成立，本法庭依法对其判处。等一下。审判长阁下，请等一下。陈凡，没想到他真的来了。他没有骗我，太好了，这下我爸有救了。这谁呀？连他都不认识啊？他是陈凡，陈大律师。17岁通过法考，出道第一场官司就一战成名，12年来从无败绩，连续3年蝉联全国10大名律，江城律师协会会长，法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被誉为律界良心。他竟然亲自出马了！原来是他呀，他就是网上大家所说的法外狂徒啊！失常发挥把对方送进去，正常发挥把对方和对方律师送进去。但是众所周知，这次的案子，陈大律师是控方律师，所有的证据都是他搜集的，所以这件案子才能这么快判断成为铁案。陈大律师在这个时候提出异议，难道他要抗辩？不对，陈大律师作为控方律师，在还没有审判完出场，难道查到了新证据，能直接判苏建华死刑？审判长，我有补充说明。允许补充说明。审判长阁下，审判员，在庭审之前，我和本律所高级合伙人陈凡大律师在调查被告人资产时，陈律师有异议，肯定是调查到了被告人有经营犯罪的行为，所以我向法庭申请陈律师出示新证据，对被告人并案审判。你怎么看？好，申请有效，请陈律师出示新证明。苏建华，这次你死定了。陈凡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放心，看来张峰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真的在骗我？我真的是瞎了眼才会相信。千雪，我早就和你说了，不能相信陈凡。以事实为证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是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。陈律师是大义灭亲。陈律师，干得不错，快把你查到的新证据拿出来。陈凡做梦都想不到，那些证据是我故意让他查到的。只要苏建华一死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苏家资产了。够了，陈凡，你们还嫌我爸不够惨吗？是不是要害死他才甘心啊？在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苏建华杀了人，按照法律，他就得死。陈律师，还在等什么？把新证据拿出来。陈凡，算我求你了，不要拿出新的证据。审判长阁下，我申请出示新证据。我反对，我爸的案子已经审理完毕，没有必要再出示新的证据。我申请现在宣判。反对，在庭审没有结束之前，案子就没有结束。我方律师提供新证据合理合法，我向法庭申请，请陈律师继续出示新证据。反对有效，请控方律师出示新证明。不要，陈凡，你答应过我不会害死我爸
爸的，我求你最后一次放过我吧。经检测，视频资料完好，没有修剪痕迹，可以视为有效证据播放。允许播放。陈凡早就被我洗脑，相信苏建华就是凶手，故意杀人加上经营犯罪，耶稣了都保不住苏建华。我说的。张峰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我说过了，那个项目我筹备了很久，不可能放弃。这合同你今天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我不签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哎，你放开！放开！这怎么还打人啊？是啊，啥情况啊？这是？不可能，视频都被销毁了，他哪儿来的？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根据视频证据显示，死者张素贞生前是江城市苏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，苏氏集团正在争取商业区开发案，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，与张峰有过项目合同纠纷。那个开发案我倒是听说过，听说是暴力拆迁啊，不但暴力拆迁，还私吞赔偿，几百平的宅基地只赔几万块，这张家可真不是东西。上辈子张峰故意让我查到岳父杀人和经营犯罪的证据，目的就是让我亲自把岳父送上断头台。张峰，这辈子我一定会亲手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把你送上审判台。我反对，陈凡提供的新证据与本案无关。反对，我出示的证据可以证明张峰为了拿下这个项目，多次带人威胁殴打死者，所以真正经营犯罪的人是张峰。他怎么知道这么多证据？不行，不能再让陈凡继续出示证据。啊，我反对！审判长、审判员，陈凡这是在会校视听，浪费公共资源。我申请立即终止陈凡提供新证据。张峰，你多次带人威胁殴打死者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死者的死因。反对！陈凡，今天开庭审理的是苏建华杀人案，就算我跟死者有商业纠纷，那顶多也是商业摩擦，与本案无关。我请求法庭判定陈凡出示的视频证据无效。陈律师，请您说出出示视频的理由。如果理由足够，本法庭予以支持；否则，本庭判你出示的证据无效。陈凡，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和孩子失望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这个视频证据只是案件的起因。这个视频拍摄于案发的前一天，在案发前一天，死者张素贞遭受多人殴打。这个就是医院的诊断证明。经过医院诊断，死者头部有轻微的脑震荡。请您配合一下。好。我倒真低估了他了。陈凡，死者是死于利器贯穿，就算我有殴打他，那也顶多是脑震荡，并不能推卸被告人杀人犯罪的事实。张峰，你已经承认了殴打张素贞，所以反向证明我的视频资料是真的。我请求法庭判定我视频真实有效。上当了。这个视频，好。经过和庭商议，予以采信。等一下，被告人杀人案件已经审完，陈凡作为控方律师，却为被告辩护，扰乱司法秩序，程序不正当，所以陈凡提供的视频证据不能被采用。大陆法系奉行程序正义，
陈大律师为被告辩护，的确违反程序正义。就算他真有证据翻盘，也不可能被采信。谁告诉你们我是控方律师啊？谁说我是控方律师？陈凡，你别忘了，苏建华杀妻案性质恶劣，社会影响巨大，当时全国无人敢接这起案件，连律师都是法庭指派的。我这里有当时官方发布的资料，指定的辩方律师就是你，为被告辩护。陈凡，你违反了律师职业操守。是啊，律师操守干什么？就是，控方律师不能为被告辩解，这是律师的基本职业操守。难道陈凡律师真的要违反职业操守？陈凡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的确不是控方律师。哼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证据呢？这里是法庭，最讲究的就是证据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今天出庭是来给被告人苏建华当辩护律师的。搞啥呀？控方律师辩被告辩护律师，这也太儿戏了。陈大律师真的为被告辩护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可能！审判长，我请求审查陈凡的辩护资格。要审查你的啊？同意。爸，请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我一定会还您清白。经法庭现场核查，陈凡为被告人苏建华辩护律师，真实有效。不会吧？真的可以？我反对，陈凡他不能当被告的辩护律师。我反对，陈凡的律师资格有问题，他不能成为被告的辩护律师。胡说！陈凡可是全国10大名律，资质能有什么问题？哼，陈凡的律师资格证马上就要被吊销了。什么？还有这事儿？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？为什么要吊销？众所周知，陈凡和我是同一律所，同一律所不可能接同一案件的控方和被告。现在陈凡由控方律师变成了辩护律师，违反了律师职业规定，他成为被告的辩护律师，就理应要被吊销律师资格。是啊，这说的有道理。陈凡，这是真的吗？的确。陈凡，你确定要成为苏建华的辩护律师吗？我确定。可是陈凡，当律师是你的梦想，你不能被吊销从业资格证。我没事。审判长，我建议审查陈凡的律师资格证。同意提交相关资料。哼，陈凡，就算你真的有证据，也翻不了天。经核查，陈凡和张峰的确是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。根据律师法要求，二人不能同时为同一案件对立辩护。陈凡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陈凡违反了律师法，我向法庭申请吊销陈凡的律师资格证书。同意。由于陈凡违反律师法，本庭宣布依法吊销陈凡律师资格证，取缔陈凡为被告人苏建华。等一下。陈凡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你儿戏的地方。陈凡，你违反律师法，证据确凿，本庭也是依法宣布，稍后本庭会向律师协会发函，吊销你的律师资格证书。这要吊销资格证，陈律师怎么想？律师考试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这陈凡算是废了。以后律界再无狂徒。陈凡，就算你很牛，又能怎样？你不能违背于法律，更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没错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吊销陈凡律师资格证。吊
安静，安静！陈凡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有。我已经解除了法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身份。当律师是他的信仰，他能为爸爸做到这个地步，就算输了我也认。陈凡，谢谢你。不可能，陈凡解除高级合伙人身份，为什么没人跟我说？所以张峰，我跟你已经不是同一律所的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陈凡，就算你解除了合伙人身份，没有其他律师事务所聘请你，你也不可能成为被告方的辩护律师。从程序正义来说，张峰的辩解合法。的确，没有其他的律所聘用我。哎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陈凡啊，陈凡，你终究还是赢不了我。但是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合理合法，并且不违背律师法的规定。经过调查，认定陈凡律师身份合法。陈凡，就算你的身份合法，但苏建华他是一个什么人？他是个杀妻狂魔，为这种人辩护，有悖人伦道德。哎，大家跟我一起抵制陈凡，为被告辩护。抵制陈凡，为杀妻狂魔辩护。抵制陈凡。抵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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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凡，庭审已经结束了，后面的证据也不用看了。被告苏建华杀人犯罪证据确凿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法庭判处被告苏建华死刑。判处苏建华死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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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爸没有杀人，他是冤枉的，他是冤枉的。苏伯父是好人，他不可能杀人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法庭只讲究证据，你说他冤枉，把证据拿出来。审判长，我请求判处杀人犯苏建华死刑。证据完整，事实清楚。经合议庭商议，本庭现在宣判。我反对。陈凡，本庭认可你的辩护资格，但法庭只看证据。审判长阁下，之所以我没有参加前面的法庭审理，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苏建华不是凶手的关键证据。正义之下，法律不朽，法律不会放掉一个坏人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所以，审判长阁下，我请求继续法庭审理，重启法庭调查。我反对，庭审已经结束了，应当继续宣判，判处苏建华死刑。反对无效。由于本案出现新证据，庭审继续。本庭依法允许陈凡担任被告人苏建华的辩护律师，为其辩护。太好了，我爸终于有救了。陈凡这小子这次做的还不错，谢谢你没有看错人。陈凡，就算你给苏建华辩护，但这案子的证据都是你亲自调查的，利用这些证据，我也能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尸检报告。尸检报告？我还以为是什么有力的证据。尸检报告就是苏建华活活将他自己妻子打死最有力的证据。陈凡，力证被告杀人，真是谢谢你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。肃静，陈律师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被利器贯穿心脏，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你对死因有意见吗？我有。死者并不是被利器贯穿心脏而死，而是被活活打死的。啊，这……走。贱人，竟敢把血弄到我妈留给我的玉牌上面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
审判长，陈凡已经承认他的被告苏建华是将自己的妻子活活打死的，像他这种人渣就应该判处死刑。判死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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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更没有打苏战，我是冤枉的。肃静，被告人辩护律师有无辩护意见？无辩护意见，本庭即将宣判。我没有杀苏战，爸爸真的要被判死刑了。凶手并不是苏建华。凶手并不是苏建华。苏建华必须死！陈凡，你想救他，没门！审判长，我方要提供新证据。同意。被告苏建华有长期家暴行为，他一刀没有捅死后者，活生生的将后者给打死了。我刚刚提供的就是他家暴最有力的证据。半年长达10几条的报警记录，这苏建华简直畜生啊！邻居都作证了，苏建华就是家暴男，这种家暴男就该被判死刑。没有，我没有家暴，我是冤枉的。没有。我爸没有家暴，我跟我爸生活了20多年了，他不可能打我妈的。我爸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。苏伯父这么老实的人，他不可能家暴，更不可能杀人。证据确凿。苏建华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一刀没有捅死你妻子，恼羞成怒，活生生的将她掐死了。像你这种人渣，就应该判死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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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律师出示的证据真实有效，本庭予以。审判长，苏建华并不是凶手，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。陈凡，案发时只有被告一个人在家，且凶器上有被告的指纹，你作何解释？大家请注意，尸检报告上显示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9点半到10点之间。你说的不错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播放我提供的视频资料。请暂停，大家请看，被告公司的监控可以证明，被告是8点56分离开公司，且被告公司到家只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。请播放下一段视频。请暂停，大家请看，被告小区监控显示，案发当日，被告是9点16分回到小区，有足够的作案时间，这与死者死亡时间高度吻合。上辈子张峰没出示这些证据，单凭一个现场监控就判定了岳父死刑。现在看来，张峰准备的远比我想象中多。陈凡，办案要讲究证据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没有。我对死者的死亡时间当然没有异议，但是凶手并不是苏建华，因为在死者死亡这段时间当内，苏建华并不在小区，也不在家里。监控就在那摆着，你凭什么说那个畜生不在家呀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想给你岳父脱罪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案发时，被告苏建华在加油站内加油，并且他追尾了一辆黑色轿车。加油站有监控，请播放我第2段监控视频。加油站视频上显示的时间是21点37分，被告人苏建华报的车险，我调的车险保险记录，上面的时间跟加油站视频的时间完全吻合。苏家别墅是在城西，距离加油站至少20分钟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苏建华
开车到了小区岗亭后，发现车没油了，立刻到加油站去加油。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小区，更不可能在家里，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。那么，法官大人，他更不是凶手。不可能，这些证据都是你伪造的。监控时间跟报告时间完全吻合，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？案发现场人证物证俱在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且小区的监控显示，当天晚上只有被告苏建华一个人进了小区，并且拍到了他杀人的画面。那监控视频还有报警记录，你怎么解释？那都是你伪造的，因为你的岳父是苏建华，你要帮他洗脱罪名，从而伪造了这些证据。这不可能吧？伪造证据属于妨碍司法公正，是犯罪。陈律师不可能知法犯法。怎么不可能呢？他不过就是想保证他不败的神话，所以苏建华就是杀人凶手，他就该判处死刑。苏家集团和苏家小区的监控都被修改过，保安也被我收买了，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。就算是陈凡，也根本查不到证据。他肯定是伪造的监控，想找我认罪，绝不可能。判死刑！判死刑！判死刑！陈凡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救下爸爸，还他清白。这次苏建华必死。陈凡，我看你还能怎么分吧？等我把你拉下神坛，我将会替代你，成为江城第一律师。哼，监控的确是被修改过。什么？陈凡他承认修改监控了。陈凡，你输了。被修改的视频是被告小区的监控视频，所以不能证明死者死前只接触过被告一个人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要是被告小区监控被修改了，那被告就不可能是凶手。大家请看，这个就是小区原始的监控视频。完了，一旦小区原始视频数据恢复，就能看到那天晚上是我去苏家杀人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看到原始监控。哎，你张律师，阻止被告人提交证据，违反程序正义。不，审判长，我有人证，我的人证足以证明陈凡提供的视频是假的。审判长，我申请人证出庭作证。同意人证出庭作证。我作证，我亲眼看见苏建华杀妻。记得出庭作证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杀人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也是实话实说，人就是你杀的。审判长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这下可以判处被告死刑了吧？等等，他在说谎。不可能，他怎么知道？难道他真有证据？你血口喷人！我没撒谎，我就是小区保安，我都不认识张总，我怎么可能撒谎？不认识？那你为什么知道他姓张，而且还叫他张总？张总，我在网上见过他，他是律师，我没撒谎。哦，是，你的确没撒谎。你确实见过张峰，但是不是在网上，而是在案发当天。当天在案发现场杀人的就是张峰，你亲眼目睹他杀人，他收买了你，并且让你作伪证，你还改动了监控视频，并且嫁祸给被告人苏建华。陈凡，你胡说，你在诬陷我。你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谁说我没证据？这么重要的监控，你不会以为我只留一个吧？不可能，监控明明被删了，你不可能有。没错，小区的监控恢复至少需要7天，我确实没有恢复它。你诈我！我没有诈你啊，我并没有说我提供的证据
一定是监控画面啊！记得出庭作证啊！啊，我知道。但是表哥，你得多给我些钱呐！我这又是帮你做伪证，又是帮你调查监控，这是犯法的。你放心吧。人被杀一案，本庭将继续调查取证，继续审理。等一下，陈律师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指控张峰故意杀人。我没有杀人，疑罪从无。就那些监控视频，证明不了我杀了人。是吗？故意杀人、侵占、强迫交易、寻衅滋事，你用残忍的手段杀害我岳母，我发过誓。我要用法律的手段制裁你，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播放下一段视频。同意播放。我反对。审判长阁下，我反对，是因为陈凡提供的这个视频是伪造的。伪造的。全体请坐。不可能！陈凡，我掐死你！住手！审判长阁下，不只有这些，我还有张峰这些年做的所有的证据，相信可以为法庭调查取证提供帮助。犯罪嫌疑人张峰涉嫌多宗犯罪，为确保庭审继续，本庭现在宣布当庭逮捕张峰以及犯罪嫌疑人吴松。我没有。张总，张总救我呀！张总，我是为了帮你脱罪，我才拿钱修改监控的。张总，你不能不怪我。张总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坐牢。你。此案件出现新的证据，暂缓审理。退庭。什么？此案件出现新的证据，暂缓审理。退庭。我反对，证据确凿，为什么不能当庭审判张峰？反对无效。黑幕，这一定是黑幕！怪不得抓了苏建华，一定是张峰买通了审判长。就是，狼狈为奸！反对！诉姓，
经鉴定，张峰患有间歇性精神病。根据法律规定，精神病患者犯案不受任何刑事处罚。什么？这……陈凡，你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法律规定，患有精神病的人杀人可以不被判刑。监控拍到我的时候，我正犯病呢。陈凡，你斗不过我的。你个人渣，你怎么可能有精神病？我就是有精神病，法律不是你说了算。陈凡，我就是精神病。怎么样？法律只看证据，有这份精神病鉴定报告，我就算亲手把张峰送进去100次、1000次也没用。陈凡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明明就是我的杀母仇人，你就不能制裁他？为什么要放过他？你不是江城第1律师、全国10大名律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制裁他？为什么？哎，审判长阁下，我有精神病，我随时可能犯病杀人，我请求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治疗。现在宣布，休庭，改日再审。退庭。轰动一时的苏建华杀妻案出现惊天逆转，让我们跟随镜头来采访一下当事人苏建华。我是精神病，我是精神病。苏总，您被无罪释放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凶手张峰因为患有精神疾病，可能逃脱法律制裁，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？陈律师，您是江城第1大律师，帮苏总脱罪无罪释放，但杀人犯是精神病，不被追究法律责任，您真的甘心吗？难道凶手张峰真的要逃脱法律惩罚吗？陈律师，你可是律界良心，也这么没用，以后谁还敢请你打官司？法律之下，正义不朽。我相信法律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下次开庭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将真凶绳之以法。正义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说得好，正义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放心，张总，老子今天一定把苏家祠堂给你砸个稀巴烂啊！不过你看，咱们兄弟的辛苦费，支付宝到账10万。走，进去给老子随便砸。好嘞。哟，挺热闹的呀！啊，给老子砸！好嘞，住手！你们要干嘛？大砸灵堂，破坏公物！我告诉你们，陈凡，你们这帮人竟敢动手伤人，你们等着进监狱吧！哟，陈大律师，你这是恐吓呀！我们好害怕呀！你们认识我？哼，看来是冲着我来的是吧？没错，有人啊，让老子给你带句话。别招惹不该惹的人，你要是敢出庭作证，你们都得死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儿可都有摄像头，恐吓、动手伤人、寻衅滋事，还有毁坏公物，就这几条罪加一起，
你们就5年都别想出来！老子给你脸了！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可有证据，你们还敢动手吗？来啊，录像了，我可有证据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我可是相信法律的，这种危险对我可没有用。法律是给有钱人服务的。张总，法律是为有钱人服务的。好久不见呐，陈大律师。李杰，陈大律师好记性，师徒一场。当初就是因为我多收了1个点的回扣，就把我开除了。您的大恩大德我哪儿敢忘？当初是你。哎，打住！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叙旧的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张总聘请我做代理律师，只要你们放弃出庭，不可能！张峰杀了我妈，我妈尸骨未寒，我们是不可能放弃出庭的。没错，这里也不欢迎你们，都给我滚！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只要你们放弃出庭，钱要多少有多少。啊，张总特意为你们准备了100亿，够你们一家子在底下活几辈子了。陈大律师啊，够不够啊？不够的话，我自掏腰包再送你一下。啊，那就恭喜你啊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看来陈大律师还是……张大山，我一定会把你儿子送进地狱的。这些钱就烧给他吧。500万够不够？你什么意思？只要你答应不出庭，这500万都是你的。陈凡，你不能要，你答应过要帮我妈报仇的。你要是要了，我就跟你离婚。陈凡，不能要啊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人不喜欢钱的。怎么样，陈大律师？这500万……陈凡，你在我妈灵堂前发过誓的，你要给她报仇！骗子，你个大骗子！我肚子好痛。小雪，你还怀着孩子，千万不要激动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陈凡，既然你收了这笔钱，你为死者权，为生者言。我陈凡发誓，我会亲手把你儿子张峰送上死刑台，还连带着你一起起诉。你找死！哼，陈凡，虽然你是全国10大美女，但在金钱面前，她连个屁都不算。陈凡呐，你太不自量力了吧！张总一句话，整个江城可都是要抖一抖的呀。张大山，我陈凡发誓，一定会亲自找到证据，让你们父子俩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法律是给有钱人服务的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律师，奈何不了我。我们走，走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！哎呦呦，陈大律师啊，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车？你，住手！陈凡，你不能打他，打了他，陈凡的律师身份就保不住了。律师法，律师打人可是要吊销执照的，终身不能从事法律以及相关行业。200块，就当给你孩子随礼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医院呢！哎，张总，
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把陈凡给我弄死。哎，嘿嘿嘿。谢谢张总，慢走啊！陈凡几句话就给500万，我忙前忙后累死累活才给100万。陈凡，这次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哼！你让开！马路你家开的呀？故意堵路，不让通行，违反交通法规，会面临警告、罚款，还有拘留。我认罚。你怎么？你想报警啊？来，那我帮你啊，就不知道你老婆能不能挡得起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肯让开？哎，那简单，你跪下来求我。让我跟你这种人渣下跪，你休想！行，那你老婆和肚子里的孩子等死吧。我去你姥姥！真他妈敢撞！老婆，你好好休息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张家父子，还有李健。张峰绝对不可能有精神病，所以，在下次庭审之前，我必须拿到他精神鉴定报告造假的证据。张总，您放心，我们嘴巴很紧的，保证一个字儿都不会往外说。您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把吧。是啊，郑总，我们都是按规矩办事的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你们是小峰的手下，我不会碰你们的。只要你们选择出去避一避，这些钱就都是你们的了。郑总，我媳妇儿快生了，我走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为难你了。回家吧。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。张峰绝对不可能有精神病，但医院为什么会给他出这个证书？除非医院有问题。原来如此。爸，找到了，
苏真录下的监控里，张峰的2个手下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赵强，他们是唯一能够证明张峰在案发时没有精神病的。太好了，怎么联系他们？我去谈判。电话号码发到你手机上了。喂，是赵强吗？喂，你是？我是陈凡，你在哪儿？方便见一面吗？我在江城废墟大厦。陈凡，我就知道你按耐不住会调查过来，正好一起弄死你，永绝后患。赵强，赵强是张峰心腹，案发时就在现场，找到他就能证明案发时张峰神志清醒，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张峰就逃脱不了法律制裁了。赵强，赵强，赵强，你大半夜的找老子干啥？赵强，太好了，你真的在这儿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快跟我走。我张大山、李杰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完了，上当了！张大山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的，难道他要杀人灭口？张总，我已经把陈凡引过来了，您是不是可以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了？急什么？张总，我……张总，张总！张大山，赵强是本案的重要证人，你不能带走他。陈凡，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啊？弄死他！是，别让他的脏血浸在身上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张总，人已经解决掉了。开车去哪儿？去精神病院接小凤回家。日前，轰动社会的苏建华杀妻案出现逆转，该案新的犯罪嫌疑人张峰疑似患有精神病。看，张峰出来了。张峰，你真的有精神病吗？不少网友质疑你的精神鉴定报告是伪造的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这个时候被张总取保候审，是否意味着你不是杀妻案的真凶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我是被陈凡冤枉的，下一次庭审我一定会让法庭还我清白。张总，你对你儿子有精神病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儿子张峰是清白的，我一定要揭露陈凡的真面目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我一定要揭露陈凡的真面目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陈凡还没接电话吗？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陈凡就一直不接电话。爸，你说陈凡是不是出事了？不会，他这几天不是忙着调查取证吗？可能是手机忘充电了，我在家派人手去找他。张峰真的有精神病吗？爸，陈凡死了，你必须再帮我除掉苏建华和苏千雪，我要他们死。急什么？等我拿到张素贞生前负责的城东那个项目，我会让他们苏家在江城永远消失。3分钟后准备开庭了。开庭时间到，全体起立。
被告人张峰涉嫌故意杀人一案，现公开开庭审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，请坐下。现在开庭，请被告辩护律师发言。审判长阁下，庭审已经开始，被害人的律师却一直没有出现，可以视为放弃辩护。根据程序正义，我请求法庭可以直接宣判被告人张峰无罪，当庭释放。陈凡放弃辩护，不会这张峰真是被冤枉的吧？肯定是啊，不然陈凡为什么不敢来出庭啊？我看陈凡就是心虚，怕输官司才不敢来出庭的。陈大律师怎么还没来？难道真的要放弃辩护了？未经审判，无罪释放，张峰连个案底都不会留下。这……肃静！被害人律师缺席，属于放弃辩护。本庭宣布，被告人张峰无……等一下。是陈凡，谁说他放弃辩护了？脸被打肿了吧？是啊。你没死，他怎么没死？任务完成了，去跟张总复命吧。好的。你就是陈凡律师吧？你认识我？如果我早点认识你，我妹妹就不会被张峰那个畜生糟蹋，承受不住那个打击自杀了。你妹妹也是受害者？我爸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们兄妹也分开了，所以张家根本不知道那是我亲妹妹。她死的时候才15岁，当年张峰就是因为精神病，所以即使被拘留了，也还是定不了罪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张家这种杀人如麻的恶魔却得不到报应？我不甘心。陈凡，你不是律师吗？打赢这场官司，把张家人绳之于法，我就放你一马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亲手把张家父子送上审判台，给你妹妹一个公道。请被告辩护律师发言。审判长阁下，被告人长期患有精神病。我这儿有一份被告人精神病治疗记录以及病历，可以证明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多年，并且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。不可能，这些证据都是假的，张峰根本就没有精神病。被告人案发时处于精神失常，才失控杀人。根据诉讼法相关规定，被告人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。精神病杀人不犯法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我反对。陈大律师，死者是你的岳母，你对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，你想拉一个垫背的为他报仇，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。但是法律就是法律，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这是你说的呀。被害人律师，请你说出反对的理由，否则本庭依法宣判张峰为精神病患者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不会被宣判。因为被告人没有精神病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精神病院的治疗记录和病历，这些都是可以查到的，法院也采信了，这怎么解释啊？就是啊，虽然我也很同情被害人，但法律不容践踏。你说被告人没有精神病就没有精神病，证据呢？证据在这儿。根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，我们知道被告人曾经在一家叫青山精神病院的医院接受治疗，并且治疗吃的药物也是出自青山精神病院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根据调查，这家精神病院是公益性质，它幕后的实际操控者就是张氏集团的总裁张大山。我操，还真是啊！这家精神病院是张家的，那病历和治疗记录都是伪造的了。所以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张峰并没有精神病，而且他的检验报告是伪造的。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经合议庭商议，对被害人律师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。现本庭宣判，
被告人张峰没有精神疾病，案发时属于清醒状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因此被告人必须为杀人依法付出代价。太好了！不愧是律界良心的陈大律师啊，连这种案子都能让他逆风翻盘，牛逼！张峰没有精神病，杀人必须判处死刑。对，判死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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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肃静！被害人律师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根据诉讼法，张峰涉嫌多宗犯罪，其中包括故意杀人、强奸，还有寻衅滋事。张峰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，所以我申请法庭判处张峰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奸杀未成年人，事后还打残人家哥哥，真是畜生啊！这种畜生就是应该判死刑，判处张峰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判死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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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判死刑。李杰，你不是审判徒弟吗？你不是说能赢他吗？快救我啊！审判官阁下，我反对。就算被告没有精神病，他犯案时他没有主观故意，就不算故意杀人，而是他是过失致人死亡。李杰，老子花了那么多钱请你，不是让你这个废物把我儿子送进去的。小峰不能坐牢，他要是进去，你就等着给他陪葬吧。过失致人死亡判不了几年，而且能监外执行，不用进去的。监外执行？哼，你想的真美！我必须让他杀人偿命。你，审判长阁下，我申请新证人。同意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死了吗？赵强，刚才你都听到了，只要你同意出庭作证，我也可以帮你打这场官司。不，出庭作证，我也会坐牢的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有一大家子人要养。张总给了我很多钱，只要我能够配合，这些钱就都是我的，我就能够带家人都过上好日子了。你真的以为这里面是真钱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面装的是冥币，你打开看一眼你就知道了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这是张总亲手给我的，我帮他把你给引过来，这里面怎么可？不可能！张总他那么大的老板，他怎么可能骗我？是你把我的钱给调包了，你还我的300万！张三已经死了，这些人的话都不可信，他们利用完你之后，你的下场就跟张三一样，所以他们给你冥币。陈律师啊，我不想死啊！只要你能够救救我，能够救我一命，我就答应出庭作证。长枪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当庭殴打证人，扰乱法庭秩序，警告一次。审判长阁下，张峰公然藐视法庭，殴打证人，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，我请求法庭判处张峰死刑。判处张峰死刑，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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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刑。肃静，证人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只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精神病，案发当天他是完全清醒的，而且什么？当时张素贞她根本就没有死，那刀根本就没有伤到要害。我当时准备去打120，但是张峰他根本就不让我去报警。如果张素贞她医治结石的话，她也许就不会死了。原来我妈不用死的，张峰，你个禽兽，人渣，你就是个恶魔！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爸，被告人明知死者没有死，并且有施救可能的情况下，并没有采取施救行为，并且阻止他人施救，
其本质就是主观故意，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我请求法庭判处张峰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被告人及辩护律师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了。是，就是我杀了那个死老娘们儿，她就该死，该死！畜生！判死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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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体起立。被告人张峰犯故意杀人罪等多种罪名，本法庭依法宣判，判处张峰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判处被告人张峰罚金1个亿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爸，我不想死，想办法救救我！小峰，陈凡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说过，一定会亲手送你儿子上断头台。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张大山，只可惜我手上掌握的证据还不够，不能一次解决掉你们父子。我要让你，包括你的老婆孩子，一起给他陪葬。陈凡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我等着你。陈凡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是我？线上的指纹、监控、证人，我想不清楚，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差错。陈凡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怀疑我？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，我是重生而来。上辈子我已经犯过1次错，这辈子绝对不会再犯第2次错。陈凡，你为什么怀疑我？你告诉我，说话！陈凡，你真以为可以搞死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在疆场得罪我张家，你死定了！张峰，怎么回事？编号0626，066，醒醒！来人，嫌犯心脏骤停，疑似死亡，快叫救护车！陈凡，你涉嫌杀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离开我们的控制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张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张少在见陈凡之前就已经服下了假死药。按照计划，张少伪装成被陈凡恐吓、突发心脏病而死，医护人员也是我们安排好的。在送张少抢救的途中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调包出来。医院那边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开车去医院。张总，听说张峰是被陈凡恐吓引发心脏病，对此这个消息可靠吗？张峰涉嫌多宗犯罪，死有余辜。我儿子犯了罪，自然有法律制裁，但陈凡却故意在会见的时候活活逼死了他。我一定要为我儿子张峰讨回公道。张总说的对呀，陈凡滥杀无辜，逼死张少，我们一定要为张少讨回公道。支持张总，对，我们支持张总。不可能，张峰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偏偏要在执行死刑之前死，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很遗憾，张峰没有抢救过来，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张大山父子的阴谋，只可惜我暂时找不到证据。我儿子已经被判了死刑，但陈凡还是活活逼死了他。我一个孤寡老人，虽然势单力薄，但我一定要让陈凡这个畜生杀人偿命。陈凡逼死张峰，
这简直是杀人啊！没错，杀人偿命。陈凡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他逼死无辜的人就该偿命。就是，说不定就是陈凡逼死了张峰，杀人灭口。就算张峰有罪，但是私人无权审判。陈凡怕自己的罪行败露，私刑审判，是不是得让陈凡给点说法呀？对，陈凡必须给个说法。对，必须给个说法。对不起，张总，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是我收了陈凡的钱做了伪证，才害死了张少。我不是人啊，我！哎呀！我不是人啊，我！张峰杀人案的证人翻供了，张峰杀人案确实有隐情啊。陈凡收买赵强做伪证，他以前的案子不会也是找人做的吧？做伪证怕被发现害死张峰，这陈凡简直就是个畜生啊！赵强，你跟我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做伪证了？陈凡，你个杀人犯，你闭嘴吧！收买证人逼死张峰，你这种人渣不得好死！吊销陈凡律师执照，杀人偿命！对，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赵强，赵强，你看着我，回答我。陈律师，你拿我的女儿要挟我，说我如果不帮你做伪证的话，你就让我把牢底坐穿。我也只是迫不得已啊，你还给了我100万。来，大家伙儿都看看啊，陈凡陈大律师，这是他转给我的100万。他是一个律师，如果我不听他的，他不仅会让我坐牢，还会弄死我的女儿，我就是个普通人呐！陈律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陈律师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！你混蛋！张峰死的冤枉啊！对啊，张峰死的冤枉啊！把污蔑陈凡的各种证据剪辑好，赶紧投放到网上。我作证，张峰，他就是有精神病，他是无辜的。陈凡，你犯故意杀人罪，现决定对你立即逮捕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害死我儿子张峰，真是罪有应得。陈凡，你罪有应得。对，你罪有应得。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陈凡，罪有应得。这件事干得不错，3天以后就是慈善晚宴，你就好好安排一下。利用张峰之死煽动舆情，我要推进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杀人永不入刑。法律是为我这种有钱人服务的，有了这张免死金牌，我要谁死谁就得死。小丽啊，你这次提的这个修正案很好，一旦通过，以后我们这些富人阶层再想杀个人就太简单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还要入刑。到时候我的犯罪帝国将彻底无法被撼动，疆场才真正是我张大山的天下。法律之下正义不朽，陈凡，我会把你这句话彻底变成一个笑话。张大山欲主导推动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杀人永不入刑。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哎，你们俩，我要请律师。陈凡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整个江城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你的案子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
张大神下手了。此前轰动社会的张峰故意杀人一案迎来了转机。据悉，张峰确系精神病患者，被律师陈凡制造伪证。陈凡，张峰是清白的，你这个杀人犯！还不去死！对，张峰就是被你这个杀人犯逼死的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！杀人犯就是杀人犯，谁都要陈凡，杀人偿命！多少黑心钱？全体起立！被告人陈凡涉嫌故意杀人、伪证伪造文件一案，现在公开审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。现在正式开庭。下面进入指证环节，请被害人辩护律师发表辩护词。审判长阁下，我有证据要提交。同意提交。经检查，证据真实有效。允许播放。陈凡，我跟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没有杀人，那视频是你 AI 合成的，杀人的是苏建华。法律只看证据，我是江城第一律师，我说你黑的，你就是黑的。我知道，苏总是想要城东那块地皮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把城东那块地皮和我张家的所有财产我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哼，张峰，你现在已经被判了死刑，等你死了，我再随便找个借口弄死张大山，这样张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陈凡竟然真的伪造证件杀人，判陈凡死刑，还死者公道。陈凡不会杀人，他不可能杀人的。对，这视频肯定是假的。审判长阁下，张峰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却被陈凡害死。我要让这个畜生把牢底坐穿。没错，让陈凡把牢底坐穿。对，牢底坐穿。本庭支持，因为陈凡没请律师，所以本庭现在依法宣判如下：张峰没死。张峰没死。张峰被陈凡逼死，是这件案子的起因。张峰要是没死，那陈凡岂不是被冤枉的？就是啊。陈凡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儿子都被你害死了，你还想对他做什么？死亡证明已经开了，遗体都已经火化了。这时候你说张峰没死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就是，小芳已经火化了，做不了 DNA 鉴定。你害死了他，他死了都得不到安宁。怎么？你现在还想继续污蔑，给他泼脏水吗？审判长阁下，陈凡侮辱死者，已经构成了侮辱罪，我要求立刻追究他的责任，从重处理。这个可以确定，很明确。经过合议庭商议，同意被害人辩护律师请求。等一下，这不是陈凡岳父吗？张峰是被冤枉的，那苏建华就是杀人凶手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审判长阁下，我现在手里有证据可以证明张峰没有死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？张峰真的还活着？难道陈凡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反对，
陈凡根本就没有请律师，苏建华的证据也没有经过正规程序，不能作为证据。谁说我没有请律师的？我就是他的委托律师。审判长阁下，我受陈凡委托，出庭为陈凡当辩护律师。证件真实有效。法庭同意王律师为陈凡当辩护人，庭审继续。我方有新证据提交。同意提交。经核实，证据真实有效。同意播放。张少好，喝酒，谁喝得多，这钱就是谁的。我喝，哎呀，我要，你别跟我抢。张少，你看，你不是好多钱被判死刑了吗？咋还能在国外逍遥啊？死刑算什么？只要有我爸在，就算他判我10次死刑，也杀不了我。那陈凡，陈凡就是个臭背锅的，我爸这次一定弄死他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来，这钱都是你们的。谢谢张少。今晚的消费由本公子买单。哇，谢谢张少。陈凡，出来一下，你岳父来探监。爸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得罪了张家，你就不会被他们陷害入狱。我对不起你和小雪。爸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啊，有人带消息说要见我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张峰没死。什么？嘘，不许大声喧哗。哦，是。陈凡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你有证据吗？需要我做什么？凡事发生，必留痕迹。监狱，他们动不了手脚，所以爸，你要尽快到医院调查取证，留下张大山犯罪的证据。好，好。另外，这个时间到这儿，你会见到张峰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要尽快。张峰真的还活着，他承认是他和张大山做局，陷害陈凡，让陈凡背锅。假的，这些视频都是 AI 合成的，假的。审判长，请您宣布这些视频无效。你说我的视频作假，那我可以请出本案的关键证人赵强。他之前之所以翻案，也是被威胁作证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张总，我又没有说是你威胁。审判长阁下，请播放下一段视频吧。同意播放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你们好，我是苏建华杀妻张峰被害案的证人，我叫赵强。在此我说明，死前我作证，陈凡收买我的证词都是伪证。张大山他绑架了我的家人，威胁我说我如果不诬陷陈凡律师的话，他就要弄死我的家人。我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我只能选择做伪证。
诬陷陈凡。张峰故意杀人、强奸、寻衅滋事，犯下多种罪行。张大山更是绑架、威逼利诱、威胁证人作证，还给陈凡泼脏水。就是啊，我们差点都被骗了。陈凡无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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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肃静！假的，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 AI 合成的，全是假的。审判长大人，你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。现在局势不利，我必须争取时间早点脱身，去国外动一动。张峰已经死了，死亡证明就是铁，这不可能方案。审判长阁下，您不能信他的一面之词啊！审判长阁下，我申请当庭连线。审判长阁下，我申请当庭连麦。当庭连线，这视频电话会是谁打来的？不会是张峰吧？我反对，法庭上不允许私人连线，我反对。犯罪嫌疑人当庭连线没有这个先例，我方反对。如果这通视频连线是死者张峰打来的呢？死者打来的？死亡来电？我操，这太刺激了！以为是悬疑剧，没想到是鬼片。这涉及到我是否杀人。审判长阁下，请允许我当庭连线，以证清白。你胡说！张峰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打给你。你这么相信张峰已经死了，那你为什么阻止我连线？张大山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只是看不得你拿我儿子脱罪，他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还想拿他大做文章？是不是脱罪？接通视频不就知道了？同意陈凡当场连线。爸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。挂断，挂断！这个视频电话肯定是 AI 合成的，这根本就不是张峰。我要求立即挂断视频通话。陈凡，你为什么怀疑会是我？现场的指纹、监控、证人，我想不清楚，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差错。陈凡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怀疑我？让我死个明白。陈凡，你为什么怀疑我？你告诉我，说话！嘘。别演了，你叫我过来，不就是想知道纸条是真是假吗？你给我的纸条有什么证据？你已经知道了真假，否则你不会叫我过来。有冤吗？陈凡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苏母？因为城东的地皮。张家在城东一手遮天，一块破地皮不至于杀人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张大山想要彻底控制我，就必须拿到我永远不可能背叛他的把柄。你们不是父子吗？父子之间也互相算计？父子，他一向不喜欢我跟母亲，我在他手里只是一把刀。最苦、最脏、最累的活，全是我去的。这次杀张素贞，也不是因为城东地皮引起的商业纠纷，而是因为张素贞发现了他张大山杀人的证据。所以，你是去抢 U 盘，其实你早就猜测到了，
张大山杀的那个人是你的母亲，但是你一直没有勇气打开那个 U 盘。张大山看似宠溺我，想培养我当接班人，实际上只是想让我当一条听话的狗。我不想听他的控制，我要给我妈报仇。所以你不只帮了我，还帮了你自己，帮你自己摆脱这一切。我都烂成这样了，我只想要张大山死。不，至少你可以干净地去见你最爱的母亲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。我们可以利用张大山的计划，我假死，然后将计就计。陈凡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我？得罪我张家，你死定了！张总，我已亲眼看到他坐上飞机，现在已经飞往国外。苏总，计划陈凡都跟你说了吧？这次我跟你们联手做局，一起对付张大山。到时候，我会把张大山所有的犯罪记录都提交给法院，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。这是张峰，他真的还活着？陈凡这次真的是被资本做局，这锅背的太惨了。张峰，你这个废物，老子一直栽培你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你出卖我！你这个垃圾！注意法庭纪律。犯罪嫌疑人张峰假死脱罪，稍后本庭会依法追究。不用了，审判长，我对我犯下的所有罪行，包括张大山教唆我杀害张素贞女士，认罪认罚。他认罪了？张素贞真是被他杀死的。张峰，你他妈的有病啊！你检举我，你自己也别想活！审判长，我会主动回国，参加法律审判，主动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闭嘴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张峰，你他妈的找死！别想拉着老子给你垫背！审判长，我要检举张峰杀人、强奸、寻衅滋事、盗窃，我有证据。张峰，女人，别怪我不义。这些年你给我干了多少脏活，我这可都留着证据的。跟我斗，哼！你还嫩了点。张大山，你真以为你那些事儿，你脱得了干系啊？当然，那些罪行都是你的个人行为，我这叫大义灭亲。哼，真的吗？废话！这些年在外面，你他娘的到底犯了多少罪？哪次不是老子给你擦屁股？你倒好，到头来不但不懂得感恩，反而联合外人栽赃陷害我。张峰，我
我张大山真是瞎了眼，养了你这只白眼狼！审判长，我也要检举。你敢？我检举张大山20多年来所有黑幕交易，我有证据。张大山20多年的黑幕交易，这……狼人护刀，这把高端局啊！张氏集团市值1000亿，如果张大山真的涉嫌多宗犯罪，那张氏集团岂不是要垮了？不可能，张峰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这些年外面的脏活都是他带人干的，我是干净的，张峰不可能拿到证据。张峰，我看你真是神经病犯了，你真是有神经病！我可是江城首善，我手上干干净净，你休想再曾陷害我！张大山，如果说我手上拿的是你这些年所有的犯罪记录呢？你有又如何？这些证据难道会自己飞到法庭上来吗？如果他真的能飞回来呢？日再审，我愿意出庭作证。请苍天，剑中剑！张峰假死，反向证明陈凡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张大山和张峰父子联合做局，陷害陈凡。审判长阁下，我作证，并愿意提供证据。同意。张大山的张氏集团因为城东地皮引起的商业纠纷，教唆指使我杀人，但城东地皮并不是他教唆指使我杀人的真正理由。他的真正的理由是张素贞无意间发现了张大山杀人的罪证，而这个 U 盘就是当天晚上在苏家找到的。张大山让我找的也正是这个 U 盘，而张大山杀的那个人正是我的母亲。啊！天哪！原来如此，上辈子我误以为岳父失手杀死岳母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幕后都是张大山主导。你骗我！你不是说没找到这个 U 盘吗？张大山，我当然找到了这个 U 盘。如果我没有找到这个 U 盘，我就不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你杀死我母亲，扶小三上位，把我当你身边的一条狗。张大山，我这些年犯下的罪，我能认，你敢吗？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因张大山涉嫌多宗犯罪，证据确凿，请当庭审判。经法庭现场核查，确定 U 盘的证据真实有效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张大山因涉嫌故意杀人、非法经营、强迫交易等多种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张大山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并处罚金30亿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张峰虽然被张大山教唆指使犯罪，但涉及多种犯罪事实，因其具有自首和检举立功等情节，本庭依法判定改判无期。如不服本判决，10日内可上诉。好，太好了！妈，我终于给你报仇了。您泉下有知，能不能原谅儿子这些年来对您的不孝？陈凡，谢谢。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李杰，这审判还没结束呢，你是想去哪儿啊？我尿急，我上个厕所。不，你不急。审判长阁下，我申请审查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律师资格。陈凡，你是要把我逼死啊？你如果没有违法，就算我想把你逼死，你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你同意。请配合。审判长，李杰的律师资格证已经被吊销，却多次存在诈骗行为，已依法禁止从事法律相关工作。李杰已被吊销律师资格证，却仍然违法从事相关工作。本庭宣判，判处李杰有期徒刑5年，且终身不得担任代理律师工作。陈凡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呀？审判长阁下，由本案引起的张大山推动的司法修正案推行，间歇性精神病人杀人永不入刑，其心可诛。此修正案绝对不能推行，我恳请法庭废除此修正案的推行。同意。本法庭依法宣布废止该修正案的提议及推行。这辈子，我终于洗清了所有冤屈，仗剑执法。叫什么名字？张大山。预备。放。被告人因涉嫌故意杀人、非法经营、强迫交易等多宗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决定判处张大山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还好，这一世我挽回了一切。妈妈，陈凡帮爸爸打赢了官司，洗脱了罪名，还将真凶绳之以法，我肚子里的宝宝也一切平安。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。是啊，老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苏家也拿到了城东的改造项目，我还聘请了咱们的好女婿陈凡当法律顾问。他呀，现在就是咱们江城第1的援助律师啊！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宣誓。为生者权，为死者严。为生者权，为死者严。法律之下，正义不朽。我承诺，以后的每一起案件中，仗剑执法，在正义之下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在正义之下维护法律的尊严。为更多普通人提供法律援助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妈妈，我现在也在学习法律，等考过了法考，我想成为一名婚姻援助律师，帮助那些在婚姻里无法自救的女性
找到新的人生道路和方向。陈凡因推进张大山、张峰等多人犯罪团伙案件侦办，还死者公道，被奉为司法英雄称号，并获得多起荣誉。